2025年几乎所有财经新闻的头条好像都被同一个地方给承包了。从宁德时代到奇瑞汽车，再到蜜雪冰城、海天味业，这些行业巨头今年都不约而同的做了一件事，全部挤进了香港资本市场。今次香港有料到喎！这绝不是巧合啊，这更像一场静默的资本共识，背后呢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香港已经从中美博弈的备选项升级成为双方必争的终极赌桌。所以今天我们搞懂一件事情，为什么所有大佬和聪明钱都在此刻集体掉头重创香港呢？在我看来啊，这背后是一场国家战略与资本意志的史诗级河流。而我们普通人能不能抓住这波机遇，实现财富认知的真正突围呢？关键就在今天了。欢迎来到财富认知突围系列，我是你的财经学妹 Dami。这期视频呢，我们将会聚焦3个核心问题。第一，为什么这张赌桌只能是香港？第二，我们的核心王牌稳定币法案究竟有多厉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作为普通人，我们有哪一些实实在在的机会呢？相信我，看完这些视频呢，你会对香港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喽。好，第一个问题，天下知道为什么偏偏是香港成了这张终极赌桌呢？那我们先看天时当下的中美关系是最大的天时，旧的信任在瓦解，新的规则待建立，全球资本充满了迷茫感，急需要找到一个既安全又有巨大增长潜力的新去处。那这个时候，香港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地利香港的一国两制独一无二，它像一道防火墙，既能够抵御外部的风险冲击，又能够无缝对接内地这个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而最重要的是，香港沿用着全球资本最熟悉和信任的普通法体系，所以一边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另一边是全球资本，而香港呢，就是那个性能最好、最稳定的接口。再来看人和，你看宁德时代、蜜雪冰城这些巨头纷纷赴港，这不是行政命令是资本用脚投票的结果。它代表着中国最顶尖的产业力量，他们的集体选择，本质上就是在选择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最佳全球化路径。再加上呢，港人北上消费成为了新的常态，这不仅仅是花钱，更是生活圈、经济圈深度融合的体现。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聚，这张赌桌非香港莫属。好，桌子搭好了，大佬们也陆续就座了。接下来呢，就是亮筹码的时候了。作为东道主呢，我们手里有哪些牌能够让对手紧张呢？主要有3张。第一张也是最具攻击性的一张，叫做制定规则。它的具体体现呢，就是香港重磅推出的稳定币法案。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对稳定币还有点陌生没关系，让我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你，稳定币是什么。它呢就是数字世界的赌场筹码。就比如你去澳门玩，得用真钱换筹码，在网上进行数字交易呢，就需要用稳定币啦。它承诺一个稳定币呢，永远锚定1块钱，就比如说锚定1美元，那这才敢让大家去用它交易。但问题是谁来决定这个筹码真的值1块钱呢？谁能够保证它的发行公司没有滥印呢？所以以前这些是没有人管的。比如说 USDT、USDC 都像是在公海上自己印自己说了算，这导致整个交易市场呢就乱得像美国西部，无法无天，充满了信任危机。而香港的稳定币法案就是要彻底终结这个乱世。它的颠覆性就在于，它要成为全球第一个为这种数字硬通货建立完整主权及监督体系的金融中心。这不仅仅是发几张牌照而是在宣告香港要从过去金融规则的执行者升级为未来数字金融规则的制定者之一。那美国在干嘛呢？他们当然也在推自己的法案了。Junius 法案和 Stample 法案两者的逻辑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美国的逻辑呢是，一切你得围绕我美元转，本质还是一种防守和巩固。而香港的逻辑是制定规则的定制权，那就是说，嚟我哋一齊傾下呢套新規則啊。那这是建立在一个开放透明的新体系，邀请全球玩家共进共享，那就不再是简单的模仿与追赶了，而是一次开辟新战场的升维打击。
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哎呀，太具体了哈。如果你是一个跨境电商老板，未来你的欧洲客户啊就可以直接用合规的港币啊、稳定币啊给你付款，手续费还可能从3%降到0.3%，还是秒到账的。那这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哦。那如果你是一个外贸公司经理，就可以利用它更灵活的进行你的供应链金融管理、盘活资金。甚至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内容创作者，那你接收到的平台收益打赏啊，海外的对吧，都会前所未有的变得更便捷。看，这不是虚无缥缈，而是切切实实的改变我们赚钱花钱方式的基础设施，就相当于给我们所有普通人参与全球贸易铺了一条数字的高速公路。怎么样？这么一拆解，这么一聊，是不是觉得稳定币法案这5个字瞬间清晰了很多，而且跟你的关系一下就拉近了呢？其实财富认知的突围就是这么一点点发生的。如果你觉得有收获，非常欢迎你订阅 Demi 的财富认知系列。那我们呢能够陪伴你一起把复杂的金融世界看得更明白。那聊完了最硬核的金融规则，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到香港，你脑海里面第一印象是什么？是霓虹灯闪烁的维多利亚港，还是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呢？如果还是这些啊，那说明香港正在发生的静默革命已经被你忽略了。它正从一个单一的金融中心升级为一个立体的金融科技文化超级生态圈。香港正在它的北部画下一个巨大的圈，核心呢就是北部都会区和新田科技城，还有粤车南下政策的推进啊。表面上是方便通关，但深层来看，也是为这个未来之城输入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目标呢是要打造香港的硅谷，而这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下一批像宁德时代这样的万亿巨头很可能就在这里诞生了。你现在关注这里呢，就是在关注未来的10倍股。但如果你只看到了这里啊，就低估了香港的雄心了。你看启德新区啊，那里不再只是新楼盘，还有正在崛起的是世界级的体育文化场馆和商业集群，目标是成为东九龙的文化休闲新核心。那再看一下西九文化区，M+ 博物馆还有香港故宫文化馆，它不是简单建几个场馆哦，而是在打造一个亚洲顶级的文化艺术 IP， 吸引全球创意阶层和高端旅游消费。所以金融是骨架，科技是肌肉，文化是灵魂，这几股力量拧在一起，香港才能够真正摆脱过去的路径依赖。那么支撑这个立体生态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人才。这就连上了我们第3张王牌啊，吸引读本。这不仅仅是钱，更包括人本身啊。重启升级的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呢，以及持续火热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全球抢人。抢到什么人？不仅仅是带来资金的富豪，更是科学家、艺术家、创业者这些顶尖人才。所以前段时间香港身份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香港正在用真金白银还有政策红利，为它的立体生态圈注入最优质的活水。哇，这一招真的很高明啊！意味着香港争夺的是下一个时代的资金、技術還有創造力，這才是完整的第2張王牌，一張將資本與人才完美結合的王牌。唔好再以為香港得樓同埋股票啦，我哋嘅未來係一個立體嘅新世界。好，牌局已經開始啦，我們亮出了名牌，但對手他會坐以待斃嗎？絕對不會吧。那他們會使出哪些招數呢？第1招，唱衰。你会发现，国际舆论上关于香港已死的论调从未停止，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动摇你的信心，吓跑桌上的其他玩家。那第2招就是规则打压。很可能他会利用金融霸权的一个地位，对在港运营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长臂管辖，施加压力。那第3招就是扶植替代者了，比如大力宣传新加坡、迪拜，对吧？试图分散流向香港的资本和注意力，是不是立马想到什么了？但是我们也有应对之道。我们的底气呢，就在内地的庞大市场和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简单说，你想赚中国增长的钱，现阶段就离不开香港这个最安全、最熟悉的门户。好了，宏观的蓝图还有对手的招数，我们都见识到了。那我知道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大佬们在桌上玩得欢哈，那我呢？我能够做什么？别着急啊，我也给你梳理了普通人能够操作的上桌3部曲。第1，
用钱来投票，投资新香港的核心资产。这个时候呢，可以把我们的目光从传统的房产金融稍微拓宽到关注到那些深度参与香港未来基建的公司，比如为智慧城市提供技术的或者在北部都会区有核心业务的。你不用成为巴菲特，但你跟着大佬去投资也是一种智慧。第二，用脚投票，成为跨境复合型人才。现在最稀缺的呢，不是只会一种技能的人，而是金融科技法律、区块链、营销、跨界这样的复合型人才。你不需要全懂，但是只要在你的技能包上面再加上香港和跨境这2个标签，那你的身价就会完全不同。第三，用思维投票，利用制度红利优化你的一切。如果你是创业者，赶紧研究香港的稳定币还有低税率，看看如何能够降低你的跨境业务成本，优化你的生意。如果你在规划未来，那香港的国际化环境能不能成为你的一项选择呢？财富的机遇往往就藏在这些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当中。好的，朋友们，从中国产业大佬们集体赴港，到稳定币法案的规则博弈，再到香港城市的立体蜕变，这一切不再是孤立的财经新闻，它们是一场宏大叙事的不同章节。香港的故事早已超越了一个城市的兴衰，它是大国博弈的缩影，也是时代转折的坐标。悲观者可能还在纠结过程的每一个波折，但乐观者，尤其是能够看清趋势全貌的乐观者，早已经开始布局了。最后呢，我想把这个话筒交给你，在今天这场赌局分析当中，你对哪个环节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北部都会区的投资地图，还是什么呢？可以告诉我，你的选择就是我今后深度挖掘的方向。在这个财富认知突围系列里我们下一期将会进入到更加刺激的一个内容，不想错过的话呢，记得关注。请记住，投资是长跑，认知比运气更可靠。我是 Demi， 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